如果有一天你能够看见一切，过去发生过什么，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什么，每一次战争的结局是什么，甚至你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你还会害怕吗？你还会愤怒吗？你还会想要什么吗？在《权力的游戏》里，有一个人真的走到了这个位置，但奇怪的是，当他看见了一切，他却越来越不像一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人。他就是布兰·史塔克。欢迎来到心理尽头。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成长，不是操控，也不是权力，而是一个更残酷也更真实的问题。当一个人失去了自我，他究竟是升华了还是消失了？布兰的故事开始于一次坠落。在林东城，他原本是最无忧无虑的孩子，喜欢爬高，喜欢探索，看哥哥们习武，跟着大学士学习，渴望成为骑士，相信自己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史塔克全家以及林东城里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甚至到了后来，女野人欧莎以及马房小子阿多也都是出自本能的在保护布兰。他虽然不是长子，没有继承权，但长在正直忠诚的史塔克家，未来可以成为一名高贵的骑士，也可以跟随林东城的大学士学习，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但是他从塔上掉了下来，这不仅是普通的身体受伤，更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身份创伤。布兰的一切可能在那一刻被全部抹除，他失去的不是双腿，而是他对未来的全部想象。他不能再成为骑士，不能再挥剑，不能再奔跑，不能再长成原本应该成为的那个人。如果你也有过那样绝望的瞬间，你一定会明白，这样的创伤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不会只夺走你的当下，它会直接切断你的未来。从那一刻起，布兰的人生被迫停在了原地。但布兰真正的痛苦并不只发生在坠落的那一刻，更残酷的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他失去双腿而停下来。在《权力的游戏》前半段，你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现象，剧情开始越来越少地跟着布兰走。战争在南方爆发，权力在君临城更迭，阴谋在各大家族之间流动，英雄、反派、牺牲、背叛，几乎所有重要的叙事都发生在别人的人生里。而布兰呢，他常常只是被放在角落里，镜头偶尔掠过，像是在提醒观众，哦，对了，这里还有一个不能走路的孩子。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心理体验，被世界遗忘。当一个人失去了行动能力、生产能力、参与能力之后，他最先感受到的不是疼痛，而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消失感，好像没有人需要你了，所有别的事情照样发生，只是你都没有参与进去。而这种感觉在席恩·格雷乔伊占领林东城之后被无限放大。林东城沦陷了，布兰不得不出逃。但你注意到没有，这一次他连逃跑都身不由己。他不能依靠自己的双腿，他只能依靠阿多背着他，而欧莎在前面的不远处探路。他的命运完全交给了一个马房的胖小子和一个女野人的手里。当他们遇到了黎德家族的姐弟俩，一行人最初发生口角和争执，后来又一起协作，他们寻找路线、打猎，寻找过夜的地方，做粗糙的食物，尽可能的在北境荒凉的森林和雪地里生存。而布兰呢，却只能躺在那里，他只能睁着眼睛看着这一切发生。
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彻底的无力感。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失败，这是连尝试失败的机会都没有。当你看到身边的人为了你奔波、冒险、受伤，而你却什么都做不了，那种感觉不是感激，而是深不见底的羞愧与自我否定。如果没有我，他们是不是会更轻松？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是不是只是一个负担？这些问题布兰从来都没有说出口，但他们会一点一点侵蚀一个人的自我。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布兰开始慢慢地放弃成为行动者的渴望。当身体无法行动，当世界不再等你，当你的存在只会拖慢别人，一个人最自然的心理防御就是不再试图参与，而是选择旁观。这正是布兰后来走向三眼乌鸦的真正的起点，也是他的命运。这不是某种神秘的力量，也不是什么过人的天赋，而是当你无法作为一个人活着时，你只能选择不再成为人。也因此，布兰最初的异形能力是从附身在自家的冰原狼身上开始的。或许这就是剧集给予我们的暗示，布兰的未来将会越来越远离一个人类。而来自灰水望的九剑离德也告诉布兰，如果附身到动物身上太久，就会慢慢地忘了自己，变成真正的动物。从林东城出逃之后，布兰的世界开始一点一点地被抽空。这并不是像他失去双腿时的那一种突然崩塌，而是缓慢、持续、无法阻止地失去周围的一切。其实，当布兰受伤之后，他的世界就溃缩到只有一间房间。而当林东城起兵，大部分的成年男性都加入哥哥罗伯的军队，林东城里就只剩下老弱病残了。虽然在剧情中出现过一些北境的大小家族前来让史塔克家族决断各种事项的情节，但我们也都能看到，那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甚至很多北境的农夫来恳求布兰，是因为人手不够，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这无疑在暗示布兰，你周围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很现实，也很残酷。当布兰一行人从林东城出来之后，他的世界更是溃缩到只剩下大个子阿多和野人欧莎。尽管后来有离德姐弟的加入，但那也并没有持续太久。首先离开的是欧莎。欧莎离开的理由是，她因为自己心爱的人变成了尸鬼，而她亲手杀死了他。伤心之下，发誓永远不再回到长城以北。所以欧莎必须守护自己的誓言，并且她还带走了年纪更小的瑞肯。毫无疑问，在墙外的极端环境里，瑞肯活不下去。他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并不是不关心布兰，而是布兰的这条路已经不再适合他和瑞肯，并且欧莎和瑞肯是布兰一行人当中唯一的2个正常人。这段时期，布兰身边的每一个人对他来说都是重要他人，而欧莎的离开开启了布兰创伤心理中非常重要的一刻。他身边唯一仅剩的重要他人将会一个一个的离开，而布兰作为一个被保护者会开始怀疑，你们离开我，那我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不值得被留下？离德姐弟说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到底还有什么是自己可以操控的？教会布兰预知视野的九剑离德自己也拥有一部分预见未来的能力，似乎早就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当九剑接过姐姐递给他的匕首时，他迟疑了一下。在树洞前，为了保护布兰，也为了不让九剑过于痛苦，他的姐姐亲手杀死了他。
看着这些事情发生的布兰又会怎么想呢？能够穿越时空，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对自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那之前，九剑曾经告诉过布兰，你会忘记作为一个人的感受。在逃离树洞的时候，布兰亲眼目睹了阿多的死。阿多从来都不问布兰要去哪里，从来都不问这条路有没有意义，也从来都不问布兰为什么是我。他只是背着布兰一直向前。阿多更像是布兰的身体的替身，替他行走，替他承重，替他承担这个现实的世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阿多更像是布兰的外化身体，而正是这种毫无条件的承载，却让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变得让布兰无法接受。他终于看到，阿多之所以变成阿多，都是因为自己穿越时空造成的。原来阿多唯一会说的那句 Hold on， 竟然是 Hold the door， 守住那扇门。而最后这个出身低微的马房小子，为了掩护自己，走完了悲惨的一生。阿多守住的那扇门，那是一扇隔绝非人与人的两个世界的门。一直以来，布兰把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活着的能力完全都寄托在阿多身上，但他却没有料到这个关系注定会走向悲剧。布兰也意识到，原来阿多从很早开始就和自己融合在了一起，他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阿多死了，意味着布兰身上自己的一部分被永久割离了。阿多的死，死在为布兰让路的那一刻。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会在一个人内心留下极深的幸存者内疚。为什么活下来的会是我？我凭什么值得用别人的命换我的未来？如果这就是我的使命，那它真的值得吗？这些问题，布兰也从来都没有问出口，因为一旦开始质疑，他就无法继续前进。所以从那一刻起，布兰开始慢慢地关闭了自己身上属于人类的那一部分。情感会让你停下，愧疚会让你崩溃，与他人的连接会让你无法承担更大的命运。于是他选择成为没有情感的人。当他回到林东城与珊莎重逢的时候，珊莎激动地冲上去抱着他，但是布兰却面无表情，不是因为他没有感觉，而是因为感觉太疼了。而这也正是他成为三眼乌鸦的心理前提。许多观众都热衷于讨论布兰是不是被上一代的三眼乌鸦附体了，也有人说布兰可能是被旧神的意志附身了。但无论如何，当布兰回到人类的世界后，他确实说过一句：我已经不再是布兰了。这是一句令人毫无头绪的话，但开启了上帝视角的观众却会觉得毛骨悚然。我更倾向于把这句话放回布兰的经历里去理解。当我们回看布兰的这一路的旅程，我们会感觉到这句话更像是布兰与过去的自我做切断的宣言。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去人性化，或是非人化。这个概念通常更多的被用来指一个人对待他人的态度，而在布兰的身上，他却把这个概念用在了自己的身上。布兰经历了太多无法承受的创伤、无法偿还的代价，以及强烈的幸存者内疚，但他并没有走向崩溃，而是让自我退场。他抹去了自己人性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因为他自己不重要，而是因为作为我而活着，代价太高了。布兰见证了太多，他知道所有人的结局，知道家族的命运，知道战争的走向，也知道有人是因为他而死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继续作为布兰，那个会愧疚、会心痛、会和其他人有更多情感连接的人，他是无法再继续看见一切的。于是他选择不再成为需要被安慰的人，而是成为不需要情感的命运的工具。不是因为他更高尚，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活得下去。这也是为什么布兰会在最后，当小恶魔提议由他来担当国王的时候，他会说，不然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并不是他的傲慢，也不是他早有预谋，这更像是在说，如果我经历的一切不是为了这个我早已看到的结局，那这一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布兰在经历创伤后的宿命叙事。当一个人经历了太多无法控制的事件，他会逐渐放弃我能改变什么，转而相信一切早已注定，我只是承担者。这让人感觉安全，但同时也让人失去了自由。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和他的那一句我已经不是布兰放在一起去看，我们会发现布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着被命运所填充的容器。布兰已经不再以我想要什么为人生目标，他只是在确认自己是否正处在时间安排好的节点上。这也是为什么他当上了国王，让很多观众感到不安，却说不出原因。不是因为他邪恶，而是因为他不再像一个人。他没有喜悦，没有愤怒，没有犹豫，没有挣扎。他无法允许自己去想，如果欧莎还活着，如果九剑还活着，如果阿多还活着。他也不再允许自己去问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不再允许自己成为任何人的牵挂。因为牵挂意味着你还在这个世界里，而他选择站在世界之外，不是因为他无情，而是因为情感曾经让他付出了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在这一刻，我想把问题留给你，而不是给出答案。当一个人选择不再成为自己，这究竟是一种成长，还是另一种形式的逃离？如果成为重要的人，必然意味着别人要为你承担后果，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也许布兰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而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天也会在自己的生命里遇到类似的问题。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帮我点赞、转发、一键3连，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也有不同的看法，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或是告诉我你希望在心理镜头里谈论什么。我们下期再见。Give him another go, Ned. It's my father. And my Uncle Benjamin. Keep your shield up, or I'll ring your head like a bell. They were all so happy. So are you.